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了，最近出现了一件大事儿，一批比特币的冷钱包被人给隔空搬空了。出事儿的呢是一个被很多比特币的老玩家曾经认为非常安全的冷钱包 Coldcard。有安全公司统计，到了8月份被卷走的比特币可能已经超过了1800枚，换成钱呢大约是1亿多美元。就这样，比特币的主人什么都没有做错，没有点击任何的钓鱼链接，没有泄露自己的助记词，而他们钱包里的比特币就这样神秘的消失了。那么黑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答案藏在私钥出生的那一刻。我们先来补充一个特别简单的知识，冷钱包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我买了一个冷钱包，就是把自己的比特币装进了这个离线的小盒子里边。其实不是的，你的比特币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区块链。冷钱包真正替你保管的是一组能够控制这些比特币的钥匙，也就是你的私钥。谁掌握了私钥，谁就有能力来签署交易，把对应地址里面的比特币给转走。所以一个冷钱包到底安不安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把钥匙别人有没有能力把它给猜测出来。那么这把钥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当你第一次创建钱包的时候，冷钱包首先要生成一串真正不可预测的随机数。这串随机数呢，最终会变成你看得到的那组助记词，再从助记词派生出你的私钥和你的钱包地址。所以这一切安全的起点其实就是2个字儿：随机。如果最开始的这个随机数足够的随机，那么可能的组合的数量就会大到以今天人类的计算能力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暴力的拆解。我们可以把冷钱包的初始化想象成是一次掷骰子，只不过呢，它不是掷6面的骰子，而是在一个大到几乎无法想象的范围里边随机的挣出了一个只有你自己可能知道的号码。这个号码呢，就是整个钱包安全体系最开始的那个根。后面的安全芯片、PIN code、离线签名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在保护这个已经生产出来的秘密。所以一个冷钱包它可以做的像一座非常坚固的瑞士银行里边的地下保险库一样，门很厚，锁很好，外边的人也根本进不去。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别人给忽略的问题，如果这把钥匙在生成的时候本身就不够随机呢？也就是说，保险库没有被攻破，门呢也没有被撬开，而当初替你生成钥匙的那副骰子出了问题。这个呢就是 Coldcard 这次真正出问题的地方。按照原本的设计， Coldcard 应该使用设备里的硬件的随机数来生成钱包里边最初的这个随机性，但是在部分的固件里边，因为一次软件的整合和构建过程当中的一个错误，钱包实际走的却是另外一套软件的伪随机数生成的路径。这个像什么呢？你以为机器在替你挣一副每一次结果都真正不可预测的骰子，结果你后来却发现你其实在挣一副假的骰子。这副骰子呢，虽然每一次挣出来的号码表面上看起来都不一样，但它背后的变化范围其实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原来的范围是无限大，可现在呢只有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个，所以它真正的安全空间已经被压缩了很多个数量级。原来完全不可能的暴力拆解的东西，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件可以实际尝试的事情。所以这次出问题的并不是比特币，也不是有人破解了SHA-256，更不是什么黑客隔空攻破了 Coldcard 的某一个安全芯片。真正的问题是，这些钱包里的秘密从它出生的第1秒开始就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不可预测。而接下来的呢，那个假的骰子被黑客给发现了。那么一旦黑客发现了之后呢，他们也就开始了自己的暴力拆解，而拿走你的比特币，他们甚至根本就不需要知道你是谁，也不需要接触到你的冷钱包。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之前看到的加密货币的被盗或者是杀猪盘，大部分都是这样。黑客首先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工程学来接近你，然后呢，想尽办法把你拉到某一个私聊群里边去骗你、黑你，想方设法的让你去点击某一个链接。一旦你点击了那个链接，你就给出了自己的授权，然后呢，黑客就能够把你手里的币给转走。但这一次呢，完全不一样。我们来还原一下黑客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先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谈到的冷钱包的初始化。首先呢，它就像掷骰子一样，要掷出一个别人没有办法猜测出来的号码，然后呢，通过这个号码给出助记词、私钥等等。但 Coldcard 的冷钱包这一次因为那个软件 bug， 竟然用了一副假的骰子。这副假的骰子能挣出的结果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当黑客发现了这个假骰子之后，他们干脆就把这些可能的私钥一批一批的给推算出来。最后呢，他们推算出来了一本厚厚的号码本。他们也不知道每一个私钥背后到底有没有钱。然后呢，他开始一个一个的去查，每一个私钥都可以推导出对应的钱包地址。他拿着这些地址到区块链上去查找，这个是空的，跳过。这个呢，里边有比特币，搬空。这个就好像他们打了一个洞，直接进入到了瑞士银行的金库里边，可以打开里面的每一个人的私人保险箱。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黑客根本就不需要知道你是谁，他们更像是拿着一本巨大的号码本，一个一个的去开盲盒，去看看哪些地址里边真的有钱，有钱就拿走。这个也就解释了开头那个最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几年没有动过，甚至从来没有连过网的冷钱包里面的比特币突然就不见了。有安全机构统计过，这次被盗的很多都是那些长期没有动过的老钱包，而单个受害者的损失的中位数大约是1枚比特币。这种特征呢，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批量枚举攻击，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端和神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存在了5年，到现在才被发现？首先呢，我们要澄清一点，这次出问题的钱包并不是所有的市面上的冷钱包，影响的范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出问题的冷钱包只有 Coldcard， 生产这个钱包的公司呢，来自于加拿大，名字叫做 Coldcard。它其实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小到什么程度呢？公开的信息显示，整个团队也就不到10个人。你可能会认为，那不就是一家非常小的小作坊吗？出事也很正常。但恰恰相反 ，Coldcard 创建于2011还是2012年，已经存活了10几年。它的创始人罗德尔夫·诺瓦克，圈内的人都管他叫做 NVK， 他是比特币老圈子里边比较有影响力的人。除了 Coldcard， 他还做了一系列的 Bitcoin only 的硬件。所以在比特币最硬核的那群人里边， Coldcard 其实并不是杂牌，它来自于加密圈的 OG， 它一直是安全的代名词。那么这家业界的标杆到底错在哪儿了呢？他们系统里面的这个 bug 其实也并不是上周才发现的，它从大约5年前的一次固件的更新就已经埋下了。Coldcard 的软件代码其实写得非常好，它的产品呢仍然在开源当中，任何人你都可以在 GitHub 上查得到。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真正的去验证，当钱包生成随机号的时候，到底用的是真的骰子还是假的骰子。所有人都以为接对了，可实际上呢，5年全都接错了。这个就跟公司的大小有关系了。一个只有不到10个人的团队，要同时做硬件、软件生产，还要自己审计自己的安全，它很容易就会变成写代码的、review 代码的和安全审计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人。自己检查自己是最容易出盲区的。但小公司呢，它并不等于技术差。一个10个人的小公司的工程师完全可以比大厂的还要厉害。但是安全这个事儿呢，最靠谱的从来就不是某一个牛人，而是一整套的独立验证的持续稳定的流程。所以你要让我现在去重新评估 Coldcard， 我会认为它不是技术很差的2线的钱包，
而是曾经拥有一流安全声誉，但组织和工程的治理能力没有跟上其安全承诺的小公司。Codecat 的 slogan 一直是 Don't trust, verify。结果5年的时间里边，所有的人都 trust 了，但没有人真正的 verify 到那条关键的随机数的调用链。讲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冷钱包也会有问题，那是不是说明冷钱包不可靠？其实不是的。这次 Codecat 的事件并不是告诉我们不需要用冷钱包，它真正提醒我们的是，冷钱包解决的是私钥离线保存的问题，但它不能够替你保证这把私钥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是安全的。自己保管资产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相信任何东西，它只是把你的信任从交易所转移到了另外一套东西上面。你需要相信钱包厂商的设计、代码的质量、开发团队的工程流程，以及你自己的操作方式。还有就是一旦这个硬件厂商出事了，他有没有能力来赔付你？目前来看，这家不到10个人的小公司好像没有能力赔付1亿美元。但这次事件呢，的确是让人非常意外的，让人感觉有点防不胜防。但同时呢，它也再次印证了比特币世界里边的一直强调的那句话：不要信任，要自己亲自验证。好了，这个就是今天所有内容。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内容，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这里是加密星球，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